塞，看这个人行道，那个人行道也是够力多人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我是杰克。最近呢，我在网上有看到一篇文章啊，应该是讲它是标题党来的。它标题是讲申请新加坡 PR 就等同于迈向幸福的第一步吗？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然后就吸引我点进去看了。结果呢，你知道我点进去看过后，它是要招收那些有兴趣要申请新加坡 PR 的人去浏览他们的网站，然后给他们 register， 帮忙做一些 registration 的协助。然后他们会借此收费，我就觉得现在这世代真的是很多东西讲的都是套路而已。所以呢，我点进去过后，发现到那个内容并不符合标题，我就是蛮失望了。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借这个机会，为了不要让再有像我这样子的观众觉得点了进去过后没有内容，然后呢会感觉非常失望，所以呢我就来做这个标题，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对这一个主题的看法，还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子啦。前面好热闹，前面是一所小学，你看小孩子多么的开心，应该是体育节吧。那首先呢，在我的频道里面啦，差不多有50%以上吧，都是来自新加坡的。而在这50%里面也是有分很多种国籍，这些 YouTube account 户口啦，不管你是新加坡的观众，又或者是从其他国家观众来都好，就想问一下你们同意吗？这个 statement， 那就是申请新加坡 PR 就等同于迈向幸福的第一步。至于这一个举动会不会造成幸福或者是不幸福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探讨的就是你申请新加坡 PR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在新加坡工作又或者是在这边生活人都知道啦，很多人呢申请新加坡 PR 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成为新加坡的公民。因为老实讲呢，一部分的人在新加坡生活过后会非常喜欢这边的生活，所以就会想说，在未来的10几20年里面，索性变成新加坡公民，以得到更好的一些福利，这样子他们就能够把他们的子女带过来这里。只要你是新加坡公民，在这边升学的那个学费其实蛮便宜的 ，compare with 外国人的那个 rate。再来就是也可以把父母接过来，拿一个 dependent pass 之类的，但是 subject to 你的父母愿意从他们原本的国家搬过来新加坡这边生活。而有些人呢，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买 HDB， 就好像最近大家也知道嘛，租金则是越来越贵了。我之前头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的租金一个床位才220，过后呢，生活了大概几年，就跟季嫂租了一间房间，2个人加起来才750。那现在呢，一间 common room 都会要去到800-900或者是1000以上，住的成本呢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就有很多人在那边工作的呢，就会想说 ，OK， 我申请了 PR，3年过后呢，我就可以买这边的 HDB。当然，如果你是本身就是蛮有钱的，然后你做的工作可以为你带来非常高的收入，这样子你直接去买私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多数都会去选择申请 PR，3年过后买 resale 的 HDB， 没有错。申请了 PR 过后呢，你只可以买2手的 HDB， 但是你申请 PR 过后，如果你买私宅的话，你要给的税也相对会比较低啦。如果 compare with 外国人的话，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目的，也是为了生活上的一些成本。而第三呢，非常可以 relate 到我自己的，我申请 PR 的目的那个时候啦，就是为了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其实很老实讲啦，如果你们是近期有在找工作的人，不管你是在一些知名的找工网站都好，不难发现蛮多公司他们只是会邀请新加坡人或者是新加坡 PR， 甚至有一些工作呢，他们会很 clear 的，就是注明他们只是要请新加坡人。其实这个现象不只是在现在才有的，我之前呢来到新加坡不久过后，开始要找第2份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促使我要去申请新加坡 PR 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你只要有了 PR 过后，你就不需要担心你的工作准则会被割掉还是怎么样，而且你还可以做 part time。以我个人的角度呢，我那时候申请 PR 就是因为这个目的。但是你要 relate to 申请了这个 PR 过后呢，是不是我迈向幸福的第一步？这么想的话，其实感觉上还是非常个人的。确实的，当我有了这个 PR status 过后很多层面上就是生活中一些小小的细节，你会发现到 compare with 你在拿着一个 work permit 或者是 e-pass 的时候这是有所不同的。不管是在医疗上你去一些 attraction、entrance ticket 这些全部都是有 discount 的。一直到我结
结了婚，有了小孩过后去做了一些 research， 都不难的会发现到很多的这些费用啊，都会分为3大种类。第一个就是 Singaporean， 第二个就是 PR status， 然后第3个就 Foreigner。而我们有了这个 PR status 过后呢，就是享受在第2个 level 的 benefit， 这个就是我切身体验到，然后可以跟你们分享的东西，是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它会 relate 到幸福感吗？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在新加坡呢，多数都是住这样子的政府主屋，给你们看一下，是非常 organized 的。在新加坡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发现到，其实新加坡政府为人民所做的这些公共建设都是非常的 TikTok 的，这是没有话讲。一般上住在公共主屋呢，一下来环境就是这样子的。你看绿化做得非常的好，公共设施也做得非常的完善，小学啊、community club 啊，这些全部都在附近而已。所以如果要讲生活在新加坡幸福嘛，如果是要讲到人民的福利、公共建设这些，你绝对是幸福的。那么幸福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OK， 我该上网做了一些查找，网上给出的幸福的定义呢，就是讲幸福是指人们在感受外部事物所带给内心的愉悦、安详、平和、满足的心理状态。照字面上这样子去解释呢，幸福其实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啦都是不同的，那个幸福的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拿了 PR 过后，我有感觉到幸福吗？有。身份认同感上，我算是幸福的，因为比起所谓的外籍劳工啦，我有一张蓝色的身份证，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的中文名字 ，which is 比我在 Malaysia hold 的那一张 IC 是来的更有身份认同感的。身份认同感上面这件事情呢，肯定是幸福的，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啊 ，OK， 不代表全部。再来呢，在生活上有很多小事情 ，for example， 你去图书馆啊，去借书啊 ，register member 这些啊，全部费用比外国人是来的低很多。但是如果你是 Singaporean 的话，那个费用肯定是更低的啦。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有得到些许的幸福感的。再来就是找工方面，最实际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一家知名本地银行去应征的时候，在第一轮的淘汰 interview 当中他就把那些外籍劳工先淘汰掉。你问我在找工的过程中有得到好处吗？是的。当我得到了这个 PR status 的时候，在应聘的过程当中呢，你会觉得哇，真的是好彩我是新加坡 PR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当然还有很多很小的细节是我一时想不到的啦。如果突然间问我的话，拿了新加坡 PR 过后有得到幸福的感觉吗？是有的，我头脑就出现这几个画面而已。但其实呢，有些时候我还是觉得，就算我拿了新加坡的 PR， 我还是会感觉到不那么幸福的时刻。怎么讲？我 example 啦，就有一些人，我不是讲全部 ，OK， 就是有部分的 logger 啊，或者是他们已经变成了 Singaporean 的人都好，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些以 professional 的资格进到来新加坡拿 PR 的人对他们来讲是一种非常讨厌的存在。怎么讲？他们会觉得你既然成了新加坡 PR， 你是男生，为什么你不需要去当兵？而我们这些 local 就要负责去当兵去保护你们这些人。这些是很现实的东西，可能在网上有很少人讲，但是我这边就让你们知道。所以少少的歧视感呢还是有的，而且有蛮多时候啦，在职场上我也是会发现到，就算你是 PR 都好，这些可能有一些小敏感啦，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带出来。就是我自己本身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幸福感会大打折扣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在职场上，在升迁的这一方面多数都会优先给本地的新加坡人，这个我十分的理解啦。打个比方，如果是在 Malaysia 的话，这边我并没有要歧视任何种族 ，OK， 我只是打一个 example， 好像有些公司的 culture， 他们就只是要升迁 for local， 不会把机会给 non local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就算我拿了一个新加坡 PR 又怎么样，还是一样不会被一视同仁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所以这个时候我的那个幸福感就真的是大打折扣了。好啦，现在呢就来做一个结尾吧。所以我觉得呢，幸福的定义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个人的。那有些人呢，打从一开始来新加坡生活工作过后，就一心想要变成新加坡公民，这样子如果他们的最后的结果是得到了
了新加坡公民这个身份，先拿 PR 呢，再 convert 成新加坡公民，他们得到了，当然幸福感就会100分哦。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是为了纯粹要得到更好的工作而申请 PR， 除非呢，他们打算要在新加坡生根，买 HDB， 生孩子，在这里生活一直到老。如果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出发的话，那么拿 PR 确实就是迈向他们幸福的第一步，因为这一群人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生活在新加坡里面，所以拿 PR 呢，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最重要是这群人是非常享受在新加坡生活的。而我的结论呢，就是幸福感这个东西哦，是不能够拿新加坡 PR 来做定义的，这必须看个人的意愿啊。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以把我们自己觉得的幸福感强压在别人身上，要别人按照着我们的剧本走，跟他们讲，嘿，你一定要这样子做，你一定要拿 PR， 这样子你才会迈向幸福人生。No， 这样子哦，我觉得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每个人要的幸福终点都不一样啊。有可能打一个比方，他们只是纯粹是要体验生活，来新加坡感受一下这边工作的文化，因为每个国家的工作文化都不一样的，澳洲、New Zealand、England、Japan、Singapore、Malaysia 全部都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体验人生，但是在体验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拿 PR 会得到比较多的 benefit， 所以就算你有了这个 PR 的 status， 也不一定代表说这个就是你迈向幸福的第一步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所以你问我这个 statement valid 吗？申请新加坡 PR 就等同于迈向幸福人生的第一步，这个对我来讲是个人的。那在看影片，你们看了我这样子的分享过后，有什么东西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那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分享的话，觉得这样子的分享不错，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